嗨，大家好。关于这一期内容，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有规划，但是一直空不出时间。然后最近不是因为受伤了嘛，没法跑步，于是就想着用这一段恢复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视频工作流。希望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吧。先简单和大家说一下我目前受伤的一个情况。去年春节前，我的右腿跟腱炎。因为带伤跑，所以导致后来非常严重，走路都很费劲，然后用了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来恢复。这一次和去年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说换成了左腿。然后好消息是这一次我没有再带伤跑了啊，就是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就马上就停下来了。目前的话是不影响走路。然后我每天有用泡沫轴来放松，还有喷云南白药，还有晚上睡觉之前会热敷，应该会比较快的恢复吧。那现在言归正传，那在正式开始讲解之前，先和大家说几点吧。这个我在电脑上做了草稿。第一点是我使用的设备，首先视频剪辑的话，我用的是苹果电脑。然后视频拍摄用的是我当前正在用的手机，是 iPhone 13 Pro。跑步的手表是佳明的 Fitnex 7X。心率监测设备是博能的心率臂带。然后第二点，我剪辑视频会用到的软件，首先是 Docker， 然后用到终端或者是 iTerm， 然后是 PR。这个它的全称我不太会拼啊，就是反正如果您接触过剪辑视频的话，应该会了解这个软件。然后会用到剪映的电脑版，还有必剪的手机 APP。再就是 Photoshop 的话，下面会简称 PS。然后第三点是，您可能会看到我这边涉及到的软件会有一点多。但是其实用起来并不复杂，如果您有一定的电脑和软件的操作基础的话，相信您还是可以看明白的。如果您看不明白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把这一期视频拿来助眠也不错。然后第四点，这个视频的主旨呢是和大家分享我的制作思路，我不会对软件的一些操作进行比较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想要学习的话，可以去百度啊，或者是B 站、油管或者知乎上面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如果您想学习 PR 的话，我强烈给您推荐利友叔叔爱摄影的频道，他的视频讲得非常通俗易懂。然后我当初大概也就看了1个小时他的视频，就剪出了我的第1个视频，这里强烈给大家推荐。然后第5点是，由于有一些平台的限制，我会把每一期的视频的时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我的整个视频工作流程，会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1步是编写视频文案，第2步是录制跑步视频，第3步是导出跑步视频，第4步是生成透明跑步数据视频，第5步是在电脑上建立项目目录，整理视频剪辑素材。第6步是剪辑视频，生成字幕，校对字幕，导出成片。然后第7步是制作封面，第8步是把视频发布到各个平台。那这就是我的整个的一个工作流程。那接下来我会在电脑录屏上面来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整个流程，然后我会用最近的某一期视频来作为例子给大家演示。行，那我们正式开始。那我们现在开始，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用到的几个软件。第一个是 Docker， 然后剪映、PR、PS， 还有 Notion， 这几个软件都是我在剪辑视频中会常用到的。那我下面来按照我之前说过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给大家演示。第1步是编写视频文案。
这个我会记录在 Notion 中，您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为这一期视频准备的文案，然后这里会有一些我的其他的一些文案，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步它并不是必须的，就是说，如果您对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需要聊的内容是比较熟悉的话，就可以不用去写一些文案，打一些草稿。比如说像我的话，如果说我聊一些我穿了很长时间的鞋子啊，或者是我戴了很久的跑步手表，然后还有花了很长时间去琢磨过的跑步技巧的话，这些内容我一般是不用写草稿，不用写文案的。那比如说像一些偏感性的内容，比如说像这一期关于热爱这个内容，还有就是详谈降低跑步心率这个事儿的这个视频，像这2期内容的话，我就必须得打草稿了，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比较复杂，在边跑边聊的过程中可能会想不起来。然后再一点就是这个软件，这个叫 Notion 的这个软件，它主要是用来记笔记啊，然后可以随时的记录您的一些想法，并且它是多端同步的，您可以在电脑啊、手机上面都可以同步。这个软件，并且它是无限免费使用的，这个软件真的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然后第2步是录制跑步视频，录制跑步视频的话，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我最终的5:28分22秒，就是最终录制出来的视频就是这样的。关于这一步的话，我后面会再出一个视频来给大家讲解我是怎么录制的。这一期就先不讲了，那我们继续下一步。下一步就是导出跑步视频，就像这样，这是我从手机上导到电脑上的这一期的视频。然后因为我用的是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我目前是用的那个 AirDrop， 这个用来在苹果设备之间传输文件非常的方便，并且非常快。如果您用的是 Windows 电脑的话，您可以用数据线来连接手机，这样的话应该也可以比较快速的把手机拍摄到的视频来转换到电脑上。然后第4步是生成透明跑步数据视频，这个地方给您演示一下我最后生成出来的一个视频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这一期我们把这个打开，您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完整的1个小时03分的一个视频，它记录了我跑步的过程中每1秒的数据，就全部都在这，它是一个透明的。这也就是您看到我的跑步视频上面覆盖到的这些数据的内容都在这儿。关于这个透明视频生成的这个功能，用到的软件主要是 Docker 和这个终端。终端的话，您可以用系统自带的终端，也可以用我用的这个软件叫 iTerm， 这个也是挺好使的。然后说明一下这个事情吧，因为这个就是生成透明跑步数据视频这一块是我和朋友共同开发的一个脚本，然后它主要是用来把佳明或者是高驰的跑步数据导成这样的一个透明视频。关于这个脚本的话，因为目前完全是根据我的需求来定制开发的，其他人现在是没法使用的。如果要开发通用的版本的话，就是需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您愿意为此付费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在时间充裕的时候来进行开发。当然的话，这个我们到时候的定价的话，应该会比 Telemetry Overlay 要便宜很多。那接下来第5点是在电脑上建立项目目录，整理视频剪辑素材。这个地方就直接给您演示一下，您可以看到我这边每一期的视频，我都会给它建立这样的一个目录。比如说2024年1月12号这一期的素材，我会把这个目录分类成成篇。那成篇就是用来存放我们最后剪辑好的视频，还有包括 DSTR 的字幕文件也会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封面就是用来放封面的素材，还有我制作封面的 PSD， 还有这个具体的最后生成出来的封面。然后静态素材就包括
我截图的一些天气，然后截图的最终的跑步数据，然后跑步数据这个里面放的就是透明的跑步数据视频，然后原素材里面放的就是我用手机拍摄到的这些跑步过程中的视频，最后 PR 就是我用的 PR 做的那个工程文件。这一块其实因为这个目录我目前还没有整理啊，后面我会把所有的这些文件按年月再进行重新归类，因为这样平铺放在这儿的话，后面可能会文件夹会特别多，特别乱。那这就是对项目进行目录管理。然后再下一步就是剪辑视频、生成字幕、校对字幕和导出成片。在这边剪辑视频的话，我会用到 PR 这个软件。当然，剪辑视频现在也有很多的其他软件可以用，比如说复杂一点的话有 PR，还有叫达芬奇。然后简单一点的话，您可以用剪映，还可以用 B 剪，这两个软件相对会简单一些。我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选择 PR 来剪辑我的视频，主要有以下几点，我觉得是 PR 非常好的优点。第一个是它的功能强大，然后它是全中文的软件。第二点是使用 PR 的人非常多，非常容易找到学习资料。第三点是 PR 的工程文件可以很方便的放在任意的文件夹里面，随时可以进行迁移。就比如说我这边您可以看到我每一期的视频，这里面都有一个 PR 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夹，这里面就是它所有的工程文件。如果说将来您的电脑的硬盘空间不足了，您可以把这些文件夹就是直接一次性的拷贝到移动硬盘里面去，然后下次如果您在要对这个视频进行编辑的时候，只需要在 PR 里面这个文件夹里面把这个项目给打开，就可以在 PR 里面直接进行编辑了，非常的方便。这一块的话，像剪映的话就没有这么方便，因为剪映它的每一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话，它都是存在电脑的一个我这边找一下啊，它有一个叫做草稿的一个目录，像这个草稿目录，你看它的确是全存在这个地方的，然后它这个里面存的就是这些东西吧，就是很不方便迁移，它跟您的项目不是在一块儿的，只能单独的对这些草稿进行迁移，所以比较麻烦。然后再说 PR 的第三点优点，就是因为我就是 PS 这个软件的话，我到现在的话用了也快20年了吧。然后 PR 它的快捷键啊，包括一些操作方式和 PS 其实挺相似的，所以我上手起来非常容易。然后第五点是 PR 的第三方插件非常多，像一些特效啊、一些预设呀之类的，就是基本上应有尽有，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然后第六点是，用 PR 的话可能会显得自己比较专业一点，比较容易方便装。那说完了剪映的这些优点，接下来的话，我会来实际的用 PR 来就是演示一下我是怎么把20241月12号的这一期视频给剪出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具体的剪辑和后面的内容我会在下一期的视频中来给大家演示。行，这一期就这样，谢谢大家看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看下一期。